大家好，欢迎来到 Garden365，我是 Susan。今天呢，我们不用种子来种卷心菜，也就是高丽菜。在这期视频里，我会用我经常用的两种方法来种紫色和绿色，我最常吃的两种卷心菜。两个方法，两种颜色。第一种方法最简单，就是用菜头。我们从店里买来的紫色或者是绿色的卷心菜，切下来的菜头呢，不要扔掉，我们完全可以用它们呢，再种出几颗小的卷心菜来。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家里从来没有种过卷心菜的朋友。如果您的菜园里已经种了几颗卷心菜，那么除了可以用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种方法来繁殖卷心菜苗。这颗就是紫色卷心菜，也叫紫甘蓝的菜头。我把菜头放在水里一段时间之后呢，下面已经长出了根须，上面到现在为止长出了3颗大一点的侧芽，还有2颗小的呢正在往外长。那么这一个菜头至少有5颗可以用的侧芽，我们可以用这5颗侧芽种出5颗新的小紫色卷心菜来。这颗绿色的菜头现在刚刚开始长侧芽，现在呢我们还不能确定以后它能够长出几颗够尺寸我们能够用的侧芽来，所以还要等等再看看。这个菜头一看就是刚切下来没多久，虽然时间不长，一些小的侧芽已经开始往外长了，但是如果想要菜头下面长根呢，我们还是需要等一段时间的。这个菜头的尺寸我切的比较大，那么旁边残留的过多的卷心菜的叶杆泡在水里时间长了呢就会腐烂，不过没关系，只要我稍加处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生长。而且泡过水一段时间之后再去除多余的菜杆更加方便。大家看到这一条条的小浅沟了吗？这就是卷心菜叶片生长的地方，处理到这个程度呢就非常完美了。再泡到水里呢，水呢不会混浊，卷心菜头也不会腐烂了。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菜头的下端泡水时间较长，所以这些多余的部分清除起来就比较方便。而上面这些没有完全泡到水的呢，想要抠干净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我在切菜头的时候不太会考虑菜头的大小，就那么随意一切，然后呢把菜头放到水里泡上几天，然后等泡在水里的部分呢开始变色变成棕色的时候，我呢再来处理，这样比在一开始就清理要容易并且彻底的多。现在我就要把这3颗已经够尺寸的侧芽呢剪下来，然后呢马上移栽。这个尺寸正好把它们移栽到土里，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根来。如果侧芽长得太大，那在生根之前呢，叶片得不到足够的水分就会垂下来。等一下呢，我们用具体的实例来看一下。用菜头来繁殖卷心菜的方法呢，我们不能保证每颗菜头它到底能生出几个侧芽来。如果一个菜头只长出了1个角大的侧芽，这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把这个侧芽掰下来，直接把生了根的菜头呢，直接埋在土里就可以了。如果一个菜头生了2个以上的侧芽呢，我的建议最好把它们掰下来重新种，这样呢，长出来的卷心菜呢，就会长得稍微大一点。好，接下去就去我的小菜筐去看一下第2个方法，然后把这3个侧芽呢，一起来种一下。这是我上期视频采摘的芥蓝，采摘完之后呢，这才1个星期，旁边的侧台就开始往外长了。芥蓝的旁边呢，就挤了3颗卷心菜，这3颗卷心菜呢，都不是从种子开始正常生长的。其中有2颗呢，是我把这个小菜筐里最左边的2颗卷心菜收获之后呢，把根留了下来。这是留下来的根，旁边已经开始长了很多的侧芽。现在呢，侧芽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所以今天我也要处理一下。这2颗呢，我先把它们都拔掉，然后再把需要的侧芽掰下来。
每个菜根呢发出来的侧芽的数量都不一样，有的呢只有1、2个，有的呢会多达7、8个，这点倒是和菜头很像。由于个体差异，侧芽的数量相差很多。大家呀，看到这条浅颜色的凹痕了吗？这就是原来长叶子的地方。叶子掰掉之后呢，随着茎越长越长，这个凹痕的面积就会越长越大。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一条一条的小浅沟。现在我们把够尺寸的侧芽全部剪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侧芽里面有一些我没有及时的把它们掰下来，已经长得太大了。看到这几个凸起的小点点了吗？插到土里之后，新的根就会从这里长出来。采摘卷心菜时的切口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一颗卷心菜的茎就能生出这么多的侧芽来。这一颗呢，侧芽生的比较少，不过有一颗侧芽长得非常大。如果侧芽长得比较大，那么侧芽的数量呢就不会很多，营养都集中供给到这几颗大一点的侧芽上了。这颗最大的侧芽呢已经开始有点包心了，如果我不把它掰下来，直接让它继续生长的话呢，它会长成一个像拳头大小的小的卷心菜。把它掰下来重新种呢，就会长得稍微大一些。这个呢，就是我2个月前用菜头种的卷心菜，现在呢，已经开始有点包心了。虽然它的叶片呢，没有用种子种的那么大那么厚，不过呢，叶片非常嫩，吃起来呢，口感味道都很不错。其实我们不用等它完全包心，旁边这些嫩的叶子呢，平时就可以陆续的掰来吃了。而且大家不能期望最后它包成的卷心菜菜球呢，会和用种子种卷心菜结的菜球一样大。其实啊，它会小很多，不过口感和味道呢都一样。这就是一颗完整的用菜头种出来的卷心菜，如果不把它拔出来呢，它还能继续生长。这就是它以前的那颗菜头，当时呢就长了一颗很大的侧芽，小小的就开始包心了，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掰下来让它重新长根，就连着菜头和根须呢一起埋到了土里。如果您水培的菜头只长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侧芽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直接连菜头一起埋到土里就可以了。如果要是2颗以上的侧芽呢，最好还是掰下来重新移栽，要不然每一个侧芽呢都不会长得很大。就是这样，连着菜头和根一起埋到土里就可以了。这3颗卷心菜长到我今天收获的这个尺寸呢，花了2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我就把它们都拔了，然后长出来的小侧芽呢，我再换一个地方重新种。虽然时间是长了点，但是好在呢，也不费什么事儿。吃剩的菜头发好芽后呢，把它埋在土里。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给你一个惊喜，长出一颗新的卷心菜来，也非常有趣。就这样，我就把小芽放在土上，然后呢，要一直保持土的湿润。我现在没有额外的加肥料，让这些侧芽先生根，然后呢再追肥。像这几棵苗呢就有点大了，虽然我们现在的气温呢不是很高，而且雨水也很多，过几天呢外面这层大的叶子啊还是会垂下来。如果气温升高呢，我会把外面这几片大的叶子呢给它摘掉，防止过多的水分蒸发。
所以呢，尽量不要等到侧芽长得太大，然后再把它掰下来。尺寸大小差不多呢，我们就可以移栽了。还有一个办法，为了保险点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些侧芽呢种在花盆里，等到长根了再移到地里。种在花盆里呢，就比较好观察、好管理，浇起水来呢也比较方便。长根之后再移到地里，就会100%的成功。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了我是怎样用买来的卷心菜的菜头和自己家种的卷心菜的菜茎来种出更多的卷心菜。而且我们还看到了用菜头种的卷心菜长大的样子。那么下次您再吃卷心菜，切下来的菜头就不要扔了。如果您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呢，别忘了点击订阅并转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